经济萧条这个词让人不寒而栗。但是你知道吗？经济萧条并非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命运，而是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的复杂现象。在过去的世纪中，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经济萧条，最著名的例子是1929年的大萧条。但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造成经济萧条的主要成因之一是金融市场的崩溃，股市崩盘、银行倒闭，这些都可以引发一场经济危机。此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失误也可能导致萧条。如果政府采取不当的措施，比如过度印钞或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就可能造成经济的崩溃。经济萧条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失业率飙升，企业破产，人们生活困难，全球金融市场也会受到重大冲击，这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然而，经济萧条并非不可避免。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采取措施来稳定经济，防止萧条的发生。这包括监管金融市场、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以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所以，答案是否定的，经济萧条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有能力采取措施来减少其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需要智慧、决心和合作。要在未来避免萧条，我们必须吸取过去的教训，采取明智的政策措施，确保我们的经济保持健康和稳定。接下来，观看更多相关视频，了解如何预防经济萧条，保护我们的未来。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让我们回溯到20世纪初期，美国曾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被称为1929年的大萧条。当时，美国经济繁荣了多年，但随着20世纪初的到来，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股市波动加剧，投机活动增加，银行业也存在风险。这一切最终导致了股市崩盘，失业率飙升，经济陷入了深重的危机。面对这一局面，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应对大萧条。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是实施了新政，由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新政包括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计划，旨在振兴经济并改善人民的生活。其中之一是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以监管金融市场，防止股市操纵和欺诈活动。此外，政府还推出了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如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TVA 和工程担保公司 WPA， 以创造就业机会，稳定失业率。美国政府还采取了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废除了金本位制，允许货币供应量增加，以刺激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复苏。此外，税收政策也得到了调整，以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并刺激消费。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美国走出大萧条。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被称为失落的10年。这一时期，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激增，经济停滞不前。为了应对这一情况，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降低利率、推出财政刺激计划以及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这些政策的实施帮助日本逐渐走出了经济低谷，实现了复苏。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告诉我们，政府在面对经济萧条时可以采取积极的政策来应对。然而，这些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和实施细节。不同的国家可能需要不同的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挑战都有所不同。在今天的世界，经济萧条仍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贸易紧张局势以及其他因素都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警惕，吸取历史教训，并确保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稳定经济，避免重蹈覆辙。只有通过明智的决策和合作，我们才能确保未来不再陷入经济萧条的阴影。经过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美国在大萧条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转变。
新政政策不仅帮助振兴了经济，还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金融市场的稳定。通过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监管机构得以加强对股市的监督，防止了股市操纵和欺诈行为的滥用。这为投资者恢复信心，重新投资股市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新政的公共工程计划也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田纳西河谷管理局 TVA 的建设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电力供应。工程担保公司 WAP6i 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这些措施不仅减轻了失业率的压力，还改善了许多家庭的生活水平。新政还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包括社会安全制度，为年老者提供了经济保障。此外，美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的调整，刺激了消费和投资。取消金本位制后，美国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货币政策灵活性，可以根据需要增加货币供应，推动通货膨胀，创造更多的信贷和资本投资。同时，税收政策的变化减轻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鼓励了个人和企业的支出。所有这些政策的综合作用，使美国经济逐渐走出大萧条，迎来了一段繁荣的时期。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和繁荣的商业机会。这个时期也被称为大规模生产时代，美国的制造业和技术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我们也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尽管新政策在应对大萧条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并不是没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政府干预过多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市场的扭曲。此外，新政策并未立刻解决失业问题，经济复苏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长期内，新政策也面临了财政挑战，需要政府进行持续的资金投入。综上所述，经济萧条后的经济转变需要政府的积极干预和合适的政策措施。然而，这些政策需要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进行调整，以适应当时的经济情况和挑战。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可以在经济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同时也需要谨慎和适度，以避免不良的后果。只有在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持久的经济复苏和繁荣。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美国的经济转变和新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在经济上体现，还在政治、社会和国际关系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让我们看看一些实际的例子，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首先，大萧条和新政策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波及。1929年的股市崩盘不仅对美国股市造成了巨大打击，也引发了国际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全球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受到了影响，因为它们与美国市场紧密相连。许多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牵连，失业率上升，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这一时期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扩散，强调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然而，正是美国采取积极的新政策，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鼓励他们采取类似的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例如，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措施，以应对大萧条的影响，包括公共工程项目和货币政策的调整。这些政策有助于减缓经济下滑，稳定了英国的局势。另一个例子是德国，面对大萧条的冲击，德国实施了一项被称为4年计划的政策，旨在振兴国内工业和就业市场。这一计划帮助德国走出了困境，并为纳粹党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此外，新政策也影响了国际关系。美国在大萧条后的国内转变，使其更加重视国际事务。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总统任期中，美国积极参与了国际外交，推动了联合国的成立，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国际参与标志着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的国家转变为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总的来说，美国的经济转变和新政策不仅改变了国内经济和社会，
还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启发了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促进了国际合作和外交关系的发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经济危机虽然带来困难，但也为各国提供了机会来创新和改进，以实现更加繁荣和稳定的未来。正是通过共同努力和智慧的运用，我们才能克服挑战，创造更加繁荣的世界。